当战争来临时，这个搭建在地下2米深的庇护所，保准不会被轻易发现。里面不但可以容纳1人生活，外部更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不走寻常路的阿烈，硬是在深秋的季节进了山，想要在荒山野岭里安个家，首先就要保证人身的安全。只见他找了一块开阔的空地，把四周杂草清理干净，随即用铲子猛烈地刨地。由于这个季节泥土比较湿润，让他挖掘起来没费多少体力，很快就挖出个1个人高的深坑。看着起码有个一室一厅，趁着天色还早，阿烈准备在上方挖个楼梯。毕竟这种搭建在地下的庇护所，没有楼梯行走十分不便。于是他利用铲子开始修建，严谨的他修建得十分整齐，每一层阶梯都棱角分明。不得不说阿烈非常有远见，这还没有搭建庇护所，就先想着把生火做饭的灶台搞定。既然打算长久的居住下去，必须要在上方开辟个烟囱口，打通与灶台之间的连接。现在有了合适的基坑，他开始去远处找了一些不成材的小树，先用锯子打个前阵给1分为2，再用斧子进行整顿，把棱角磨平。按照这个步骤，阿烈直接干到天黑，才收集来几十根手臂粗的原木。一口作气的他并没有休息，继续挑灯夜战。为了能更早的住上新家，他选择搭建这种平面屋顶。这种平面屋顶可以节省很多材料，且搭建过程十分简单，仅用了半个小时就把屋顶码得整整齐齐。昨夜在里面度过了一晚，今天一早阿烈就先铺上防水布。随着天气慢慢变冷，他不得不加快步伐，首先要用黄土进行回填，确保整个屋顶都要严丝合缝，直到把防水布全部覆盖上，这样室内看起来比较暖和。再把剩余的原木截成2半，用来填补门口一侧的空隙。考虑到隐蔽性的问题，他将红色的落叶置办在屋顶上，保准一走一过没人能够发现。老样子先劈砍几根木材，点燃冬天里的一把火，随着一缕袅袅炊烟冒出，他顺手将结好的木墩摆放开来。为了能让自己睡得更加舒适，他选用上好的红木当做床体，然后将木板一片片铺设上去，在充满节奏的敲击声中，很快一张气派的木床搞定。剩余的木板也没浪费，继续用来组装个简易的餐桌。现在看这个室内的规整程度，就知道阿烈平时也是个讲究人。随着火炉越燃越旺，躺上去就有种久违的温暖。不过门口的小风还是四处乱窜，当即给门框安排了个立柱，接着用木板一片片拼接在一起，就得到一张防风又挡雨的安全门。此时只要固定上荷叶，就可以让它们喜结连理，永不分离。隔天一早，外面就已经被覆盖一层白雪。好在提前就搞定好了庇护所，得益于阿烈经常看荒野建造，这才让他搭建起来的心用手，每个步骤都是了然于心。在给灶台填了些木材后，他顺手准备好今天的食材。当他拿出一大片鸡肉的时候，有一说一，我羡慕了。隔壁荒野都是3天饿9顿，而阿烈却是顿顿不离肉，再配上几块新鲜的土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坛子肉。撒上让人鼻孔敏感的小香料，放进灶台烘烤10分钟，就可以吃上香喷喷的美食。至此，阿烈在野外也算有个应急的庇护所，就算是媳妇来了都找不到。吃饱喝足以后，在自己亲手搭建的庇护所安详地睡了过去。